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傅磊，欢迎大家来到傅磊生活学习馆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分享一些跟读书有关的内容。我特别羡慕那些有读书习惯的人啊，从心底里面对这些每年能够阅读几十本书或者上百本书的这些人，都是非常的崇拜他们的。我自己也想过养成这种习惯，试过了几次之后的都不了了之了。总结下来的话，就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会逐行逐句的一行一行的去读，看似很认真的在读一本书，但是当把这本书读完的时候，总是稀里糊涂的，不知道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。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啊，或者想要传递的知识，都不能有效的接收到，并且啊，遇到那些比较难懂的书、比较难读的书，都是读一两章，然后就读不下去了。在去年的时候啊，我听说了这本书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，听说在圣约翰学院啊，这本书是人手一本的工具书，我就很好奇这本书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能够让一个学院里面的人啊都人手的一本，把它作为工具书，所以我就买回来学习了一下。在这本书中啊，作者提到了4个基本问题，如果把这4个基本问题解决了，也就可以说是真正的读懂了一本书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这4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是一本说什么的书？第二个问题，这本书的结构是什么样的？细节部分是怎么说的？第三个问题，这本书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是全部有道理还是部分有道理？第4个问题，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。为了尽早的能够把第一个问题解决掉，作者艾德勒建议我们做检视阅读。我们需要尽快的浏览这本书的书名、前言、目录、索引和这本书的出版信息。在这些信息里啊，一般都会有作者对这本书的介绍和出版社对这本书的评价。当我们读完这些信息的时候啊，我们对这本书是说什么的已经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。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这件事情就是通读全书。在读的过程中不要被干扰，要聚精会神的，哪怕遇到自己不理解或者说生疏的一些术语、一些专业词汇，我们也不要去理会它，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自己可以读懂的内容上。如果遇到困难的章节啊，也可以选择跳过去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我们通读全书的时候啊，我们需要聚精会神的去读。我们应该像侦探找寻线索一样，在这本书里面寻找这本书值得我们深入去阅读的证据。如果得到的证据啊，如果得到的结果是肯定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回答第二个问题了。这时候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努力了，比如说做一份阅读笔记，对每一章重要的话题做出概述，用自己的话写出这一章中作者的观点，并且我们需要列出来作者所提供的一些基本论点和论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还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来为这本书设计一下架构。我们可以这样做，先列出来这本书的主题，然后我们认为这本书分为哪几部分，比方说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、第三部分，这3部分分别说的是什么。再往后进一个层次，就是第一个部分它又可以细分为多少个章节，每一个章节重点都是在说什么样的内容。当我们把这些工作全部做完的时候，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已经回答完成了。对于第3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个人认为就隐藏在我们上一步所做的分析中。如果作者对自己的观点给出了足够多合理的证据，或者说论点，那这本书就是有道理的啊，就是正确的。否则的话，那肯定就是没有道理，或者说部分有道理。
第4个问题，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回答的，可能是因为我接触的都是一些实用类的书，比如这本如何阅读一本书，它就是教给我如何高效的去阅读一本书，去掌握一本书，去掌握一本书的内容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把阅读分成了4个层次：基础阅读、检视阅读、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。我们这期内容主要说的就是分析阅读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抓住一本书的重点，并且让我们可以理解。至于最后的主题阅读，我认为我还没有能力去做解读。一方面是因为我读的书还比较少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现在连分析阅读还没有做好。如果你有读书方面的经验心得，希望你可以留言告诉我。这一期的视频内容的话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读到一些好的书，也希望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也学习一下。那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样了，拜拜。